今年这个经济形势啊，过年给自己买个大件儿，是不是都有点吃力了？但是蓝牙耳机作为又便宜又能直接提升幸福指数的产品，在这种寒冬腊月里，买一个送给自己，作为这一年辛苦的犒赏，那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啊！所以今年啊，老张准备重操旧业，给大家带来40余款蓝牙耳机的横评，2024 Update 版。今年耳机横评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不再推荐400块钱以上的蓝牙耳机。想买的老伙计们呢，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单品评测，或者直接闭眼买就可以了啊。本次选品价格的区间呢是100元以下，100到199，以及199到399。依然呢是主要覆盖手机品牌旗下的在售耳机，以及呢非手机品牌的在排行榜热销型号。好了，咱们直接开始。所有测试耳机均为老张自购，请大家先点赞再观看，感谢各位。首先我们来看最有看点的价位段，199到399。因为耳机领域也在不断的内卷，以往呢在这个价位段最多只能提供主动降噪的功能，其他功能基本上一概欠奉。但是在2023年一整年的新品内卷之下，这个价位段不但出现了 HiRes 小金标的耳机，甚至还有双动圈按捏式操控这样以往1000元以上耳机上才会出现的功能。咱们先说结论啊，在2023年全年热销的199到399耳机中，共有9款值得向老伙计们推荐。它们的型号分别是红米 Buds 5 Pro、红米 Buds 4 Pro、华为 FreeBuds 5i、vivo TWS 3。这个型号呢还有个套娃的版本，叫做 iQOO TWS 1。还有 OPPO 家的 Enco Free 3、Free 2i、真我的 Buds Air 5、漫步者花在的 Evo Pro 和万魔的 Pro Q30。这9款耳机的拼夕夕实际成交价我都打上了，其中最贵的是红米的 Buds 5 Pro，372块成交。最便宜的是 Enco Free 2i 218成交，但实际上 Free 2i 也只能算是一个凤尾了，甚至没有和199价位段以下耳机 PK 的能力，所以这款就不在这个价位推荐了。热销但是不推荐的啊，分别有 vivo 的 TWS 2，这个型号呢已经被 TWS 3完全替代，没有竞争力了。小米的 Buds 3 Pro， 这是小米在2021年发布的产品，你敢想吗？并且是万魔代工啊，不再值得推荐。还有一款就是华为的 FreeBuds 4E， 这款呢已经被 FreeBuds 5完全替代，性能呢甚至没有 FreeBuds 5i 这个入耳式的强。我呢还是先说结论啊，这一共12款的产品中呢，如果不考虑品牌的因素啊，老张最无脑推荐的是红米的 Buds 5 Pro。它有同轴的双动圈单元，最新的 LHDC 5.0加上小金标，今年整年啊最具杀伤力的耳机没有之一。好了，接下来咱们来把这些耳机呢一一拉出来看一看。首先咱们以小米家的开始，小米篇（括号红米）。小米的粉丝们先点个赞啊，咱们再来看看小米的产品。一共呢在这个价位段有2款小米的耳机，分别呢是红米的 Buds 5 Pro和红米的 Buds 4 Pro 啊，父子双代同台啊。5 Pro 是2023年底刚刚发布的新品，而4 Pro 曾经呢是号称小米旗下，注意是小米啊，音质最好的耳机。它呢是在22年中发布的。这2款耳机呢都是最新的蓝牙 5.3， 赞啊！其中 Buds 5 Pro 支持最新的 LHDC 5.0 高清边界码，最高可以达到1000 kbps 的码流传输，还有 HiRes 的小金标加深。红米的 Buds 4 Pro 呢，虽然没有标称支持小金标啊，但是啊，这家伙在国外卖的国际版是支持小金标的。你买回来刷个国际版的固件，其实呢马上就可以解封 LDAC 高清边界码和小金标。5 Pro 的续航呢更进了一步，达到了同价位耳机的 Top One， 续航10小时啊，4 Pro 都是9小时。两者呢还有一个巨大的不同是发音单元的部分。4 Pro 当年呢就用了广受好评的10毫米镁铝动圈加6毫米钛膜高音单元，到了5 Pro 继续升级了啊，变成了10毫米的压电陶瓷高音，加上11毫米的镀钛低音单元，整体的发声单元都变大了，理论上呢音质也会变得更好。
但是说实话，我没听出来啊。一会儿大家呢可以自己听一听，分辨哪个是你更喜欢的声音。其他各方面呢，两个耳机几乎都是一模一样啊，甚至连外观，都懒得改了。这个还是有点离谱的啊！每次说到红米，我都会吐槽这个，你稍微拉个皮儿也行啊，是不是？Buds 4 Pro 的价格咱们单独说一说啊，因为已经处于边缘产品了，所以现在拼夕夕的实际成交价只要256块，只要256块！我的妈呀，老伙计们，不嫌弃是老款的就直接冲啊！接下来大家可以听一下两款耳机的音质区别啊，你是否能够听出来？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让我与你握别，让我与你握别。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同有爱，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跌跌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盛开在黎明，同有爱，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跌跌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把风吹向大海？再接下来呢是降噪的表现啊，就是半斤八两的水平吧。对了，这两款耳机都有游戏低延迟模式，很好。如果你对新特性没有任何的兴趣，也不在乎什么买新不买旧的话，其实 Buds 4 Pro 的性价比是最高的。重要的话说3遍啊，小米 Buds 3 Pro 再便宜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华为的粉丝先点个赞，点赞不要钱啊。咱们来看看华为的耳机。华为的东西呢都很贵，是吧？所以今年这个经济情况呢这么不可描述。Mate 60 Pro 是怎么卖爆的呢？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清楚啊，不太能理解。但是手机咱们该花花，耳机咱们该省得省啊。199到399这个价位段
目前在售的华为耳机呢，只有 FreeBuds 5i 和 FreeBuds 4e 两款。首先，我来科普一下啊，华为的这个 FreeBuds 4、4e、5i， 这其实是4款啊，其中最新的是 FreeBuds 5，这个呢其实是 FreeBuds 4的替代型号，而 4e 并不是4的升级版，而是4的简化版，简化掉了无线充电和高清录音的功能。而 FreeBuds 5i 其实呢比 FreeBuds 5要老啊，也不是 FreeBuds 5的升级版，它呢是 FreeBuds 5的佩戴方式不同版本，5i 是入耳式，5呢是非入耳式。当然了，因为 FreeBuds 5刚刚发布不久，所以价格呢一直比较虚高，所以呢并不会出现在本次横评中。感兴趣呢，大家可以看老张单独的华为全系耳机2024年横评节目。好了，那咱们呢就先看看华为的这个唯一存在 FreeBuds 5i， 因为发布的时间比较早，所以它并没有蓝牙最新的 5.3， 但是呢和华为高端耳机一样呢，它也有 LDAC 高清边界码和 HiRes 的小金标啊，入耳式设计，主动降噪10毫米单动圈发声单元，没有头部追踪的假空间音频，也没有无线充电，基本上呢就是一个简化版的 FreeBuds Pro 3。但是啊，现在这个耳机的实际成交价格只要338块钱，甚至低于中古的 FreeBuds 4e， 远远低于半入耳的 FreeBuds 5，应该说是目前华为耳机中性价比之王。虽然你们都不在乎性价比，是吧？FreeBuds 4e 啊，如果你不是对半入耳式耳机有执念，并且不愿意选择新款的 FreeBuds 5作为中古的型号啊，并且这个耳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电池非常的拉胯啊，我就不再推荐这个产品了。对于 FreeBuds 5i， 它呢其实也有游戏低延迟模式啊，虽然不是蓝牙 5.3， 好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它的声音表现和降噪表现。爱你哭声早安响，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吗？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吗？战啊！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让我与你握别，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同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别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vivo 篇（括号爱酷）。vivo 今年啊发布了不少这个低价位的耳机，但是在高端的部分呢，却依然只有售价接近800块钱的 TWS3 Pro。这个呢，其实都是2022年的产品了。在199到399这个中端价位段啊 ，vivo 竟然也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完全扑身于低端价位了。目前只有一款 TWS3 的耳机来应战，然后特别不靠谱的啊，是 vivo 旗下的爱酷，它竟然把这个2022年的 TWS3 今年换了一个全新的型号，叫爱酷 TWS1，当做新品给发布了一遍。注意啊 ，vivo TWS3 就是爱酷 TWS1，这两款呢实际上都是2022年的老产品了，而且
vivo 更是把懒的研发做到了极致啊！2021年初发布的 TWS2，也就是 TWS3的前代产品，这是直接替换的关系啊，竟然现在还在当做热销产品在卖。注意 ，vivo TWS2是中古型号，不推荐购买。但是咱们该说不说啊 ，vivo 的 TWS3放到今天依然还是能打的啊。蓝牙5.3骁龙畅听认证 ，aptX LL 高清编解码，这个类似于小金标和 LDAC 的关系啊。单次续航10小时，这个也很厉害啊。入耳式主动降噪，最牛的是它用的是按捏式的快捷操作，同时呢支持滑动音量调节。哇，这就是苹果的 AirPods Pro 2本果呀，在中低端价位中算是 No.1 了。这也难怪今年 vivo 没有更新它的终端耳机系列了，是吧？有点那个遥遥领先的意思了啊。不过这个音质啊是好是坏，大家还需要自己拿耳朵来听。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吗？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吗？刹那，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让我与你握别，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同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可停下来，就现在还有期待。游戏方面 ，TWS3所拥有的骁龙畅听认证中有更高级的游戏模式啊，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担心骁龙畅听的游戏延迟太高。另外提醒大家的是 ，vivo 和爱酷的耳机在相互的品牌手机中都是互相免 APP 完整弹窗，并且有系统级的设置菜单啊。vivo TWS3目前我买到的成交价是329，新品套娃版的爱酷 TWS1。却只要284块，老铁们，爱酷啊还有单独的电竞配色。如果你想买 TWS3的话，不如直接买爱酷 TWS1。OPPO 今年的新品 Enco Free 3实际成交价349块，正好落在199到399的这个价位段。这个可是一款很有竞争力的耳机。它不但是 OPPO， 当然也包括一加啊，在399以下的价位中，第一款支持 LDAC 高清编解码和 HiRes 小金标双认证的耳机。需要提醒 OPPO 的用户注意的是啊，不要贪便宜买 Realme 真我的耳机，它呢在 OPPO 或一加手机上是不会弹窗的，这个属于干儿子了啊。当然了，也没有系统调节选项啊。但是一加和 OPPO 的耳机可以在相互品牌的手机上弹窗、免 APP、系统级设置。OPPO Enco Free 啊，还有一个独门绝技啊，就是它的发声单元。OPPO 这次走的呢是高科技材料的路线啊，它没有用双动圈、圈铁或者高科技的镀膜啊来提升它的发音单元的品质，而是直接使用了日本品牌喜爱的这种独特纤维振膜的技术。和 AKG 的木振膜、索尼曾经的生物振膜，或者呢是苹果爱用的羊毛盆不同啊，它用的是竹纤维振膜。我操，前所未闻啊！官方的说法呢
它是复合型材质，12.4毫米 TPE 加 PU 加竹纤膜。一般来说啊，这种独特的振膜都会有一种非常不一般的温润质感。但是说实话啊，听音这个环节里把我给惊到了啊！这个耳机可以说是要低音有低音，蓬蓬松松的；要解析力有解析力，高音甜的那种。而且它的低音不是那种轰头的低端音质啊，老伙计们一会儿可以在听音环节重点的听一听。Free 3是新款，所以呢硬件配置拉满，蓝牙 5.3 入耳式主动降噪，单耳重量 4.3 克，几乎是这个价位段最轻的耳机。续航呢只有7个小时，马马虎虎吧。空间音频不要想了，更是没有无线充电之类的高级功能。但是该说不说啊，这个耳机舱的外观设计真的是非常在线啊，有点珠宝的那个味道了。另外，这款耳机没有单独的游戏低延迟模式，不过需要大家注意啊，我也会在这次视频中不断强调，蓝牙 5.3 集成 LC3 低延迟编解码模式，不用担心游戏性能。OPPO 的机海战术在耳机领域也存在，比如说这个 Free 2i， 这个已经是2021年的老产品了，并且呢，它是主流型号 Free 2的简化版。它取消了 Free 2的单拿调音，你看它的配置放到今天，我简直怀疑是不是搞错了才放进了这个价位段，199、399啊！所以无论是多少钱，都不再推荐 Free 2i。接下来就听一听竹纤维振膜的 Free 3音质表现以及它的降噪表现。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让我与你握别，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徒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跌跌下来，出现在还有期待。其他品牌（括号垃圾）这个咱也不收钱的，他妈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是不是 ？Realme 啊是不能在欧加上弹窗的，所以我把它列进了其他品牌。当然了，如果你是 Realme 手机的用户，它呢是可以弹窗的。这3款耳机中，真我 Buds Air 5和万魔 Pro Q30实际成交价都是在230块左右。参数啊之类的也都非常的接近啊，都是蓝牙 5.3 ACC 编解码，续航呢一个是7小时，一个是7.5小时，都是入耳式主动降噪，其他的我就不念了，大家自己看表格啊。而漫步者花在啊，这一看就是一个小王炸啊，300出头的实际成交价，却有同轴双动圈加 LDAC 小金标啊，3位一体。可以说是漫步者堆料王，非常舍得了啊！但是大家对比一下参数呢，你就会发现它的双动圈尺寸和红米 Buds 4 Pro 是一样的，功能参数呢基本上也是一样的。但是因为给红米 Buds 5 Pro 让道啊，4 Pro 现在降到了250左右，这就让花在有点尴尬了，是不是？如果你好奇花在 Evo Pro 和红米4 Pro 音质哪个好，你呢可以倒回去再听一听红米4 Buds Pro 的这个表现啊。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花在可以在漫步者 APP 中配置使用，但是却没有手机品牌系统级的开盖弹窗，这一点和手机品牌的耳机是有劣势的。所以大家懂我说的 EVO Pro 升的有点尴尬的这个意思了吧？但是这个外观设计啊，该说不说，还是非常漂亮的。好了，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3款199到399中端价位其他品牌耳机的声音表现和降噪表现。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让我与你握别，让我与你握别，让我与你握别。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同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跌跌下来，出现在还有期待。盛开在黎明，同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跌跌下来，出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同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跌跌下来，出现在还有期待。
这3款耳机呢都有游戏低延迟模式，游戏档是可以考虑的。总结一下啊，这个就是一共12款这个价位，也就是199到399中端耳机的 PK 对比了。综合素质最强的是红米 Buds 5 Pro， 虽然首发的时候啊，系统不匹配，一大堆的 bug， 对不对？让大家非常的吐槽啊。这耳机甚至很多功能都没法使用，但是在我红米 K70 上啊3次左右的更新之后，基本上已经稳定了。另外，它的实际成交价呢，也从官价399降到了370左右就可以成交。等档呢，还是可以再等。如果是320左右的话，那就真香了。其他有亮点的耳机啊，分别是华为的 FreeBuds 5i， 非常的均衡，花粉这个价位的唯一选择。OPPO Enco Free 3。竹纤维振膜 LDAC 小金标，还有 vivo TWS 3，我没有想到啊，它今天的竞争力依然是很强的。另外还有漫步者花在 Evo Pro， 双动圈 LDAC 小金标，再加上漫步者专业的品牌，也算是很有独特性了。最后就是红米的 Buds 4 Pro 依然能战啊，关键呢是它降到了250块，足够便宜，足够大玩。好了，感谢老伙计们点进来看到这儿，点赞关注我，也一定要转发给你身边想买蓝牙耳机的朋友，能够帮助到你一点点，我就很高兴了。另外呢，就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评论留言给我，看到的我都会一一回复。新年快乐！在99到199这一档，可以说呢是最有性价比的一个价位段了，但同时呢，也是同质化最高的一个价位段。我呢在各大手机品牌的网站找到同价位的产品啊，一共有22款这个价位段可以选择，但是无一例外的是，没有一家任何一个产品能够在这个价位段提供 LDAC 或者 LHDC 的高清编解码，更别说有小金标了啊。他们清一水的都是 AAC 的编解码，甚至还有一些混入这个价位段的产品竟然用了低端的 SBC 编解码，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好了，本次横评我们先说一下啊，所有产品均是老张自购，老伙计们要多多点赞支持老张，给大家做更多正经视频。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22款耳机中，咱们呢还是先说结论啊，最值得推荐购买的是 vivo 家的 TWS 3E，159块钱，单次续航竟然达到了恐怖的11个小时，综合素质可以说是本价位最强。大家随后呢可以自己用耳朵投票啊。红米的 Buds 5是2023年下半年的新品，综合素质非常的均衡啊，实际入手价格179块，如果价格也来到159块，那绝对是可以和 TWS 3E 掰掰手腕的。咱们再来看看，首先要排除掉的这个热销产品，分别是漫步者花在 Zero X 和漫步者声迈 X5 Pro。大家可能会说，你怎么不测试一下其他的漫步者呀？比如说 Loli 3 Pro 之类的啊。请注意啊，老张先把结论说在这里啊，不在这个图片里头的表格里的啊。它要么不是真热销，要么就是已经因为某种原因被排除了。所以很简单，不在图里不在表里的这个耳机和在表格里的根本不是一个层次啊，你根本就不用看了。而漫步者的这2款热销的耳机呢，为什么被排除？因为他们到现在这个价位依然在使用 SBC 低端编解码，这是不应该出现的。而另外2个被排除的型号分别是 TWS Air 套娃型号爱酷 TWS Air， 这款现在依然卖129，实际上是中古型号，已经被 TWS Air 2直接替代，并且2代只要122块，你卖个屁呀！还有一个要被排除的是 vivo 的 TWS 2E， 这款已经被 TWS 3E 完全替代，2款价格相同。而 OPPO 家的 Enco Air 2也已经被 Air 2新生版替代啊，同款同价。它升级了最新的蓝牙 5.3， 因为内置了 LC3 低延迟编解码模式啊，大家买新不买旧。而红米 Buds 4被红米 Buds 5替代了，小米 Buds 3啊，这都是3年前的产品，直接就拉黑啊。华为依然在卖的 FreeBuds SE 也已经被 SE 2代替代，并且切换成了更好看、更好用的电池仓，大家直接排除老款。
剩下的14款里，入耳式和半入耳式各占了一半数量。其中 vivo TWS Air Pro 是这个价位唯一的一款半入耳式主动降噪耳机，而弱水时沙琉璃啊是这个价位标称 Hi-Fi 且唯一的入耳式非主动降噪耳机。不过在这个价位，即便入耳式耳机几乎都是主动降噪，但降噪的水平也仅仅是有和没有的区别啊，没有一个能打的。小米篇（括号红米）红米 Buds 5实际成交价格179，你看它的这个参数啊，平平无奇，长得也和上一代 Buds 4几乎一模一样，但它该有的一样不少。当然了，超出咱们预期的那是一点也不给。有主动降噪，但是没有高清编解码，单次续航10小时，但是没有单独的游戏低延迟模式。但是其实蓝牙 5.3 有 LC3， 但是小米你单独给个游戏低延迟的开关，这多少心理上是个安慰，对不对？咱们来听一听它的实际表现和降噪的表现。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让我与你握别，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同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跌跌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可以看出啊，小米是非常不重视这个价位段耳机产品的啊。小米用户，其实我建议你这个去看一看稍微贵一点点的红米 Buds 4 Pro 或者是5 Pro， 综合体验都要好很多。或者等这个新品劲儿过去之后啊，红米5如果降到150块钱左右再入手，性价比这不更高吗？华为（括号荣耀）。首先说的是，华为和荣耀现在的耳机已经无法在对方的移动设备里弹窗配对了啊，但你都是可以手动配对使用的。我把它们放在一起的原因呢，是因为它们是同模具代工。华为 FreeBuds SE2 实际成交价159，荣耀 Earbuds X6 实际成交价112，甚至你可以在拼夕夕找到100元以下的售价。而这两款的参数大家可以看表格啊，硬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极轻的3.8克，最新的蓝牙5.3 AAC 编解码，半入耳式非主动降噪。两者唯一的区别呢是华为 FreeBuds SE2 支持单独的游戏低延迟开关，而荣耀是没有的。估计这个是可以 OTA 的啊。另外呢就是蓝牙5.3内置 LC3 啊，所以其实是不需要的。但是该说不说啊，尊贵的华为用户159块钱就能有一个很舒服的佩戴体验，颜值呢也能在线的能弹窗的耳机，还要什么自行车？是不是1000块钱买个弹窗，对于咱华为用户都值。说远了啊。总之就是，如果你不在乎弹窗，你买荣耀 X6 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来听听这两款耳机的音质表现啊。如果你能听出音质区别的话，那指定是这次录音的水平不高。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
的墙，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啊，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啊，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让我与你握别，让我与你握别。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徒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别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盛开在黎明，徒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别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把风吹向大海，不再回来？vivo (括号爱酷) vivo 家在这个价位段，那简直是实力雄厚，无人撼动啊！可能正好啊，也是遇到 vivo 正在更新这个价位段的新品，它的产品覆盖在这个价位非常齐备。你看啊 ，Air 系列指的是半入耳 ，Air 后面带 Pro， 那就是半入耳主动降噪 ，Air 后面的数字指的是代数 ，Air 2就是第二代。那 TWS 如果后面直接带数字，那就是数字系列 ；TWS 3那就是3代。那如果数字后面再加个 E， 那就是简化版啊。也就是说 TWS 3那还有标准版 TWS 3，还有增强版 TWS 3 Pro， 那两个更贵啊，也更复杂。大家呢可以看老张的2024年 vivo 全系耳机横屏视频，点赞2。咱们呢先单独看一下 vivo 的 TWS Air Pro，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在这个价位段的半入耳式主动降噪。半入耳式的主动降噪啊，它不是真的要降噪，要隔绝噪音，它呢是为了增加场景的适应能力。比如说在地铁上，你可以减少一些烦人的噪音，对吧？它的这个降噪的质量肯定是没法和入耳式主动降噪比的，甚至没法和入耳式非主动降噪耳机比。但是不到200块钱，你就当这个功能白送也行，对不对？当然了，蓝牙 5.3 ACC 编解码，还有这个价位段最大的 12.4 毫米生物纤维动圈，这简直了啊！但是稍微不完美的是 vivo 全系都没有单独的游戏低延迟模式调节开关。不过啊，我也说过好多遍了啊 ，vivo 新款耳机都是蓝牙 5.3 内置 LC3 低延迟编解码，你可以理解为它系统机支持游戏低延迟模式。但是 vivo 就是死犟啊，就是不给你开关啊。vivo TWS Air 2，它的套娃型号呢是爱酷 TWS 2。122块钱成交，
硬件和 Air Pro 几乎都是一样的啊，它不 Pro 在哪儿呢？就是阉割了主动降噪，发音单元一样，但是官方没有说是不是生物纤维振膜，但我猜是一样的，没有必要嘛，对吧？费那劲是不是？还得再单独开个模具。但是听音测试的时候，大家可以自行判断一下是不是一样的。这个呢也是极高素质的半入耳耳机啊，虽然只要122块钱，但是我也发现了他们的一个问题，就是 vivo 刚才说到的这2款半入耳耳机都有音量非常小的问题啊。我在常用的手机上啊，其他耳机都是半格音量就 OK 了，但是这俩耳机啊非常莽啊，就是需要开到3/4以上才能正常听。另外这2个耳机都有非常明显的高音取向，听音风格上非常嘹亮，是那种有空间感的嘹亮，完全不适合低音档选择，请 vivo 用户注意。TWS 3E 实际成交价159，但是它有一个套娃啊，就是前2天刚刚发布的爱酷 TWS 1E， 这个是159块钱就能买到的主动降噪入耳式耳机，单次续航时间惊人啊，11个小时。搭载最新的蓝牙 5.3， 有 LC3 低延时编解码。神奇的是，它的发音单元又从生物纤维转化成了11毫米的羊毛盆儿。羊毛盆啊，兄弟们，玩音频的兄弟们，你还淘什么初代羊毛盆的 AirPods 单元啊？直接买这个就得了，是不是？所以啊，它是这个价位段重点推荐的耳机。不过同样的问题，羊毛盆也不是侧重重低音的耳机。动次大次档需要先听一听接下来的听音测试啊，再决定能不能接受 vivo 的入耳式耳机。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让我与你握别，让我与你握别。让我与你握别，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同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陪你下来，
出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徒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可停下来，出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徒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可停下来，出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OPPO（括号1加）、欧加在耳机方面啊，都是可以在对方的手机上弹窗的，但是真我是不可以的。所以呢，我把 OPPO 和1加放在一起来说了。一共有4款耳机，分别是2款半入耳式，型号 OPPO Enco Air 2新生版。这个型号呢，其实就是 Air 2老型号更换了新的蓝牙 5.3， 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变化。而新生版的 Air 2其实呢，成交价只要149块钱。但是啊 ，Air 2替换的型号是 Air 3啊，这都发布了半年多了吧，对不对 ？Air 3相比 Air 2新生版，主要更新了电池，续航6小时，6小时。你要问 Air 2新生的续航是几个小时？4个小时，不及格中的不及格啊。而 OPPO 的 Air 2 Pro 它有一个套娃的型号是 OPPO R Pro， 今年的新品，但是却是旧款换皮而来啊，竟然还是蓝牙 5.2 的新品，你敢想吗？这个游戏低延迟就别想了。198块钱主动降噪 ，OPPO 显然没有 vivo 有诚意。稍微有点亮眼的呢是这个1加 Buds Ace。长得有点奇怪啊，这个耳机柄胖胖的，属于这种耳机中的异类啊。194块钱，但是它却是最新的蓝牙 5.3 主动降噪。这个耳机有欧加的 PEL 赛场高清音效，可以提升和平精英游戏的音频体验。它还有 PEL 和平精英的限定弹窗动画，这个呢算是很有特点的细节了。但是硬件参数方面就没有任何独到之处了。很显然啊 ，OPPO 虽然在售的蓝牙耳机很多，数量是 No.1， 但是能打的几乎都在顶级产品上。给咱们老百姓的选择呢，几乎都是不太入流的玩意儿。如果选的话，反而是1加的 Buds Ace 相对好一点点。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啊，你最卑微的梦，就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啊，你最卑微的梦，就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啊，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啊，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让我与你握别，让我与你握别。让我与你握别，让我与你握别。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总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跌跌下来，出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总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跌跌下来，出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总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跌跌下来，出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总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跌跌下来，出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
其他（括号杂牌）。这鱼龙混杂的其他里面，那就是没有能看的了。我呢，还是先排除一下，减少大家的选择困难症。漫步者2个，150块钱以上，却只有 SBC 编解码淘汰。QCY 2款，这已经是目前排行榜里最热门的2款了，卖130块左右，竟然却只有蓝牙 5.1， 没听错啊，这一定是闹着玩的，是不是？ T8S 是2020年发布的老古董，我就稍微理解一点。但是 T13 ANC 是2023年年初的产品了，却也只有蓝牙 5.1， 它的关联型号 T13X 啊，这都看都不用看了啊，直接淘汰。那接下来就只剩下2款了啊，分别是真我的 Buzz T300， 它只能在真我手机弹窗，158块入耳式主动降噪，参数呢也都很说得过去啊。虽然没有 vivo TW3E 那么炸，但是也算能看了。弱水时沙琉璃啊，说实话被老伙计们提过很多次，我一度认为啊这是5毛党来我这儿刷广告的，129块钱。但是你看它这个外壳材质，还有这个豆形的设计，刚看到的时候我其实一脸嫌弃啊。但是你看它的硬件参数很主流，没有一个掉链子的。这价格别人家已经是入耳式主动降噪了。但是弱水时沙非常离谱，没有配备主动降噪，那想必音质一定是有2把刷子了，所以我就多听了一阵啊。我操，这素质确实有2把刷子呀！它还有 APP， 有单独的游戏低延迟模式，可以说是这个价位我推荐的唯一的非手机品牌蓝牙耳机了，竟然还不是主动降噪的。咱们来听听它的水准啊。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就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就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让我与你握别，让我与你握别。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同有爱，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给定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盛开在黎明，同有爱，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给定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
总结，这个价位原本是消费者最容易入门体验蓝牙耳机魅力的价位段，但是说实话，基本上让 vivo 爆杀了。vivo TWS Air Pro、TWS 3E 几乎是越级的存在，完全可以和其他品牌400元左右价位的耳机打一打了。vivo 品牌的老伙计们非常有福，而其他这20多款中，最让人眼前一亮的，竟然是非互联网品牌弱水时沙的琉璃。100出头，竟然能在基础素质、声音素质方面这么 HiFi， 谁敢说 HiFi 都是靠硬件堆的？咱们入门级的 HiFi 啊，弱水时沙给咱们打了个样板啊。对于声音的理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总之，除了 vivo， 不建议买这个价位手机品牌的耳机。如果非要买这个品牌的耳机，可以考虑一下非手机品牌弱水时沙琉璃啊，它1分广告费没有给我啊，拍良心啊。但是这个推荐我呢还是给它。100元以下，我以前呢是看都不看这些100元以下的耳机的啊，我以为啊在这个价位就是听个响。你要是真听歌，买个原道或者 DIY 的 HiFi 这种有线耳机不是更好吗？但是你想啊，咱们骑着电动自行车送外卖，或者呢是学生党坐地铁，再或者呢是在流水线上打螺丝，那一根线他们要命啊！所以年轻人的第一个蓝牙耳机，哎，这个99块钱还真就是一个必须存在的东西。今年咱们就来看一看99块钱值得看的4款100元以下蓝牙耳机。不在这个表格里的100元以下耳机，大家不用多问啊，问就是都不推荐。但是在这个表格里的，仅仅说明它入了老张的法眼，并不值得完全推荐。好了，本次横评所有产品都是老张自购，老伙计们要多多点赞，支持老张给大家做更多有用的正经视频。老不正经的。先说结论啊，不推荐的是红米 Buds 4青春版，价格到了100元顶格，99块，然后竟然是半入耳式啊，这个价格的半入耳，因为不隔绝噪音的原因，是非常难以驾驭的好的。它是 SBC 编解码，虽然说得过去，但是你怕比呀，对不对？你看看这个最低的实际成交价格只要79块钱的本家红米活力版，你的小弟竟然是蓝牙 5.3 啊，还有小米的弹窗啊，重量极轻，还是那种小几百块耳机的这种标准电池仓，还有智能双联，该有的一个不少。实际成交价只要98块钱的 OPPO Enco Air 2i 是100元以下的耳机里极少有的 AAC 编解码，但是其实它是上一代的中古产品啊，所以蓝牙只有 5.2， 但它是入耳式，续航7小时，几乎呢是参数方面100元以下最强音啊。咱们对这个价位的产品要包容心大一点，对吧？蓝牙 5.2、5.3 在这个价格面前就不是事儿了，对吧？因为蓝牙 5.3 在这个价位段也只有 SBC 编解码，并没有 LC3 啊。LC3 并不是蓝牙 5.3 的完全标配。但是你看漫步者声脉 X3Air， 这家伙除了是 SBC 啊这个编解码算是个短板之外，人家啊蓝牙 5.3 豆形入耳式，有 APP 配套，竟然还有独立的游戏低延迟模式开关，还他妈有漫步者音效，这我带上一试听啊，了不得！100元以下音质最强，大家可以听听看啊。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让我与你握别，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同有爱，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
陪你下来，出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背负吹向大海？这简直就是廉价的 Don't Stars 神器啊！穷人的快乐啊！一般这个价位的耳机都不能听了，但是漫步者这个还是有点水平的。就这么一个一顿饭钱的东西，人家的低音是低音，高音是高音，绝对不是那种糊成一团的工业垃圾来凑数的。大家可以自己用耳朵来投票。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吗？黑吗？这褴褛的披风，战吗？刹那，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吗？黑吗？这褴褛的披风，战吗？刹那，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吗？黑吗？这褴褛的披风，战吗？刹那，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让我与你握别，让我与你握别。让我与你握别，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同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陪你下来，出现在还有期待。盛开在黎明，同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陪你下来，出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背负吹向大海？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同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陪你下来，出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背负吹向大海？总结：
总结一下，100元以下并不都是工业垃圾，老伙计们。想要音质的话，看漫步者声麦 X3Air； 想要一个用得住的，你可以看一看 OPPO Enco Air 2i， 这款甚至可能不输很多200块钱左右的耳机。最后给大家科普一下，老伙计们总是问的什么叫做高清编解码，什么叫做小金标，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区别？咱们这次更新讲解一下2024版的高清编解码金字塔图。蓝牙耳机呢是通过蓝牙来连接手机和耳机来传输音乐数据的，传输的这个过程呢就类似于搬家，首先要把音频文件打包，传输到耳机之后再解包。好的编解码相当于是用了大卡车来搬运，它呢就可以一次搬得更多，还可以搬运很多大件的东西。而差的编解码相当于猴子掰玉米，不但车差，还丢东落西的，那自然音乐也就无法原汁原味的还原。这是我做的蓝牙编解码金字塔图，理论上越往金字塔尖儿，编解码格式呢就越先进，越往金字塔底，编解码就越差。如果你想买一个无线耳机听无损音频，那耳机的编解码至少应该在这档，就是 LDAC、LHDC 或者骁龙畅听的 aptXLL， 或者你也可以无脑选择小金标，因为大家看啊，小金标的这个基准认证是900 kbps 的码率，过了它的认证，基本上就可以保证综合音质了。而2023年初刚刚更新的 LHDC 5.0 编解码已经开始超越 LDAC 了。它的主要特点是最高支持192千赫兹的采样频率，最高的码率达到了1000 kbps。不过今年的巅峰存在是刚刚发布的华为高清编解码协议 L2HC 3.0， 以前的 L2HC 呢就改名叫了 L2HC 2.0。3.0 的协议最高支持192千赫兹的采样率，同时最大码率推到了1920 kbps。这个呢也是华为宣传自己是星闪核心技术，超越 CD 音质的原因。其实它用的并不是星闪技术而是先把星闪中的一个核心技术1920 kbps 的码率搬到了 L2HC 3.0 的协议里。这个呢，确实是目前蓝牙编解码的天花板。其他不标榜的一般就是最普通的音频编解码 AAC， 而最为古老的 SBC 编解码，因为损失太大、延迟大，目前呢已经很少有100元以上耳机的产品采用了。额外说一句的是，2022年更新的蓝牙 5.3 硬件基础中，集成了一个新的基础编码器，也就是 LC3。如果你的蓝牙 5.3 支持 AAC 编解码，那么默认它就会支持 LC3 编解码。LC3 编解码主要是为了降低延迟而存在的，所以理论上只要是蓝牙 5.3 AAC 编解码的耳机，即便是没有标榜各种花里胡哨的游戏低延迟它也是有一套传输端20毫秒的游戏低延迟模式的，默认打开。最后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一款耳机音质的好与坏，其实80%取决于声音相关的配件，而只有20%取决于音频编解码器。也就是说，越好的耳机越需要好的编解码器，而空有高清编解码并不好听的耳机也不在少数。应该可以理解为高清编解码或者是小金标其实是个锦上添花的东西，它是花而不是锦。好的声学设计才是基础的东西，锦。